大家好，我是简单生活。这一影片将带大家走入日本鸟取县的静冈，看看一条街如何因为漫画鬼太郎以及作者水木茂老师，变成一个既有趣又充满特色的地方哦。首先带来个人的经典快评，评分仅供参考，如荧幕表格所示，也欢迎任何留言指教哦。这里不是中立山海型的景点，但妖怪街、港口城市气氛都很有记忆点，而且因为水木茂、鬼太郎，还有日本妖怪文化以及地方城市再生的故事都很完整，所以整体的参观体验我给4.4分。整条水木茂之路动线清楚，很适合慢慢散步找妖怪铜像所以长辈、小朋友都很适合来。那如果您是那一种看到小雕像、小角色、小招牌就忍不住停下来拍照的人，那这里会走得比您想象的还要久。整体而言，静冈很适合喜欢动漫、妖怪文化、城市散策的人哦。但如果对于只想看大景、自然景观、快速拍照打卡的旅客们，这里就不一定是最优先的选项了。如果从台湾出发的话，目前有航班可以直飞日本山阴的米子机场，再从米子搭乘 JR 静线的鬼太郎列车前往静冈。抵达静冈站之后呢，水木茂之路、妖怪铜像、商店街、妖怪神社以及水木茂纪念馆基本上都会集中在步行范围，都是平地。也就是说，真正到了静冈之后，不需要再换任何交通工具了。那如果是自驾，也可以停在静冈站或者是水木茂之路周边的停车场，再用步行的方式慢慢走。我会建议不要只把这里当作快速打卡的地方，因为静冈最有趣的反而是要慢慢走，才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独特的气氛呢。静冈本身是个港口，有船只、海风，还有水岸，乍看之下是一座很典型的日本海港城市。不过，过去地方商店街也曾经面临了人潮减少、活力下降的问题。在原本港口还有商业生活逐渐失去吸引力之后当地民众就开始思考，静冈到底还能够用什么方式来让旅客们前往。而由于水木茂老师正是静冈出身的漫画创作者，鬼太郎还有妖怪文化又刚好具有非常强的辨识度，于是呢，当地就把原先的这个街道商店街慢慢的转为一条水木茂之路。所以当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会同时看到港口城市的日常以及妖怪世界的想象。那这两种感觉叠合在一起，就变成静冈跟其他观光很不一样的地方了。那接着带大家走进水木茂之路。这一条路最特别的地方，不是把妖怪集中在一个馆内展示，而是直接走入城市。我们在路上走会看到妖怪铜像，经过商店也会看到鬼太郎的角色装饰，甚至于连街灯、看板、墙面都变成水木茂作品世界的一部分。这些妖怪很多都出自于鬼太郎或者是水木茂老师整理再创作的日本妖怪文化哦。那这条路很适合悠闲的逛，从车站走到水木茂纪念馆，距离不算长，但如果没看到一尊妖怪就停下来拍照观察细节，实际上花的时间会比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多。这也是水木茂之路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看完就结束的景点，而是让我们可以边走边看边发现的一个城市散策体验。除了在街上认识妖怪，我也推荐大家可以进入水木茂纪念馆参观哦，认识水木茂老师整个静冈的观光才会完整。那接着我们就进入水木茂老师的纪念馆吧。水木茂老师不只是画出鬼太郎的作者，他的作品之所以能留下来，也不是因为角色很有趣而已，而是因为他的创作里有很强的人生重量。水木茂老师曾经经历过战争，也曾经在战场上失去了左臂。他的人生并不是一路顺遂的，而是经过战争、贫困、失去以及长时间的艰困创作。在这个纪念馆里会有许多水木茂老师的名言，这边呢每一句名言都很认真的看过，其中对让我印象深刻的我挑出来分享给大家。接着我用我的破日文念给大家听。戦争を賛美するのは戦地に行かない人間ですよ。这句话的意思是，会去赞美战争的人是不会前往战场的。咦，好像在哪的作品也有这句话，但这句话如果只是单独看就已经很有力量了，但是由水木茂老师的口中讲了出来，就更有说服力了。他谈到夫妻相处的时候会说，相手に何も要求しない、何も期待しない。
那他的意思是不要对对方有任何要求，也不要对对方有任何期待。这听起来很像是悟到了，也很像是放弃了抵抗。可是仔细想想，它是非常反映现实的一个不惜相处哲学呢。不要把对方变成自己幻想的样子，也不要过于期待，也不要期待对方永远照着自己的剧本在走。两个人能够长久在一起，也许靠的不是真正的浪漫而已。不过我觉得也不能够再讲下去了，不然少子化应该会更严重，毕竟不婚不生，快乐一生。那最后再分享一句，我觉得很适合放在这支影片，也很适合送给正在创作、正在工作或者是正在努力做某件事情的大家哦。水木茂老师说：“こ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も誰も振り向かんのじゃ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たらいいものは生まれんでしょう。自分が楽しむことが大事なんで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直想着做这种事会不会根本没有人理我，那就不可能诞生好的作品。重要的是自己要先乐在其中。那这句话我非常的有感，因为我先前在做影片的时候，一开始就在想着，会不会有人看啊？会不会有流量啊？会不会有人按赞呢？会不会有人留言呢？会不会有人骂我呢？我嘞，结果要分享又骂到了自己。总而言之，后来我也成长啦，所以像我现在都定下了每个星期努力做出影片分享给大家这样子的目标，让各位开心，自己也开心。在这边感谢水木茂老师的名言呢。因此来水木茂纪念馆不是只有了解他、认识他的作品而已，它蕴含了许多各层面的意义。那我们走出纪念馆之后再回头看看水木茂之路的妖怪感觉呢就会不太一样。把水木茂老师生命里那些沉重、荒谬、可怕，但是又可爱的这些角色呢，随着我们的照片跟这座城市包装到我们的记忆里面。那在水木茂之路的中段会经过一个很特别的小景点——妖怪神社。其实不大，但是很有象征性，因为它把妖怪这件事情从角色和故事变成一个有点接近信仰的存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绘马、神社装置，甚至于连细节都带着有妖怪的风格。那另外我也很推荐一个物品，就是这一个妖怪集章册。这本在水木茂之路的店家或者是纪念品店都可以买得到。那纪念馆里也有一本500日元，里面会有不同的妖怪图案，还有它的背景故事。重点是我们在整条街上可以找到各种妖怪印章，一边走就可以一边盖在这一个本子里。那有了这一本，会让整条路逛起来的体验会完全不一样。从原本只是看到妖怪拍照，变成收集这条街的妖怪，这种心情呢，走完整条水木茂之路之后，我觉得静冈它不是只有很多妖怪，而是它让妖怪成为这座城市的代表象征。妖怪不只是出现在纪念馆、商品、拍照墙上，也出现在这一个街道、车站、公共空间、神社、商店。它结合了创作者、地方记忆、妖怪文化之间的连结。那这样子的连结慢慢的铺进街道，这里我觉得很适合用水木茂老师的一句话来收尾。他说：“妖怪は見落としたらいかん。妖怪は感じるものです。”妖怪不是努力去看的，而是要用感觉的。那这句话放在静冈影片的最后，我觉得特别的刚好。走完整条水木茂之路之后真正留下来的也许不是哪座妖怪铜像，也不是壮丽的景色，而是这份悠闲散步的氛围，还有水木茂老师的精神，轻轻的碰到我们心底很柔软的地方。下次来到山林旅行，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慢慢走，说不定您也会在某一个转角遇见了一只妖怪，然后想起生命里某个早已淡去却一直留在心里的深刻记忆。怎么突然感性了起来？这不像我这支影片中提到的静冈水木茂之路、商店街再生以及相关背景资料，我都会整理在下方影片说明栏。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参考看看哦。我是简单生活如果您喜欢这种轻松带有一点故事感的旅行介绍，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拜拜。